欢迎收听一道微光同志小说，作者书野，故事马上开始。国庆节过后 ，A 大梁浩天办公室，白启远与梁浩天并肩立于窗前，窗外晴空万里。校足球场上，那群身影矫健的青年正恣意挥洒汗水，奔跑、跳跃、碰撞，举手投足间尽是蓬勃欲出的生命力。梁浩天侧过头，打趣地看着身边的白启远。什么事让我们白教授这么忧心忡忡的？看着这群活力四射的后辈，不应该感叹一下青春万岁吗？没有，张主任让我负责今年经济政策与发展研讨会的筹备工作，一时之间好多事堆在一起，有点累。白启远看着手里的打火机，但并没有点烟。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？我的人脉可没有你的广，关于邀请人名单，请你帮我参谋一下。其他一些琐碎的事情，我已经交给助教去办了，慢慢来吧，总会干完的。梁浩天斜靠着窗台，挑眉审视着他。你这不都安排的挺有条理的，这种程度的工作量，还不至于让你白教授愁成这副魂不守舍的样子。说吧，到底还有什么事？白启远沉默了良久，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打火机。我和唐玉成又吵架了？没事，今天你们吵完，明天就都忘了。你们俩都不是那种小心眼的人。没有，我们俩睡了。啊？梁浩天原本玩世不恭的神情瞬间认真，他身体站直。该不会是唐玉成那小子对你霸王硬上弓吧？你放心，我就知道那个小兔崽子有天要反，只不过我没预料到会这么快。你想怎么治他，我帮你。你先消消气，不是你猜测的那样。白启远无奈地冲梁浩天摆了摆手。不是，那你的意思是说，你们俩是两情相悦，情难自禁才做的？最后几个字，他的声音拔高了几个度。也不是，就是喝酒断片了。他转过头，再次看向窗外，语气沉重。目前我觉得最对不起的人是宋毅。梁浩天凑近了些，眼中闪烁着一种不合时宜的好奇。我想知道唐玉成那小子的活怎么样，毕竟年轻气盛的。你有没有在听我说啊？说完，白启远又叹了口气，感觉心事是说出来了，可那股愁绪却比刚才更浓了。他把手里的打火机放回裤子兜里。自从你被林辉征服后，我倒没见你跟那些校内校外的学生调情了。说什么呢？是我把他征服了，不是他征服了我。梁浩天立刻反驳，虚张声势地扬了扬下巴。我那些过去交往过的都是两情相悦、真情实感的，好吧？白教授，你用词太俗气了。对，我俗。您可是跟大艺术家谈朋友的人，被人家周身的艺术气息感染了，说话都优雅起来了。我看你们俩也别拖了，改明儿干脆去国外注册结婚去吧。结婚？梁浩天撇撇嘴，眼神里闪过一丝迟疑。虽然没想过，但不失为一个选项。我这是在提醒你，当幸福握在手上的时候，好好珍惜着点。知道了，真啰嗦。梁浩天嘴上答应着，其实心里没底。和林辉在一起，不管是性格的碰撞，还是身体的契合，都堪称是完美。但说到发展长期关系，他完全没有把握。毕竟在他前半生里，从未给过谁长期的承诺。不过林辉确实是第一个让他起心动念的人。你别转移话题，现在说你呢。幸福，我感觉离我越来越远了。人在做选择时，往往会高估对未来的预期。那是因为人在面对未来时，容易想象的更美好或更糟，而不是客观判断。人情世故，我从来都不擅长。白启远的声音透着一股深深的自我怀疑。明明答应长根把唐玉成带到 S 市，让他有个好的未来，我做了我能力以内的事，也付出了努力，希望事情能往好的预期发展，但最后总是适得其反。你不要总是根据外部那套评价体系去评判自己。梁浩天走到他身边，按住他的肩膀。白启远，你先问问你自己，你到底喜欢谁？是宋毅还是唐玉成？人生苦短，别折磨自己了，喜欢谁就选择谁吧，哪怕是条歪路，走到底也就认了。梁浩天停顿了几秒，随即又恢复了刚才那副混不吝的德行，坏笑着撞了撞他的肩膀。对了，你还没跟我说，那唐玉成的活到底好不好呢？年轻力壮的小狼狗，感觉总得不一样吧？白启远陷入深深的无语中。国庆节过后，三中的学子们又重新回到了按部就班的轨道。唐玉成联系了陆征，那个当初只有一面之缘，看起来有些不太靠谱的男人，但就是这个男人办事却出乎意料的麻利。
没几天就安排他参加了某运动品牌的平面广告模特试镜。那是唐玉成第一次面对镜头，他在摄影师的指令中一知半解地完成了拍摄，成片效果意外地被厂商选中了。自此，唐玉成开始了兼职模特的生涯。虽然目前时间有限，而且他也才刚入行，但一旦接到工作时，时薪都能3位数到4位数之间。除了应得的报酬，他还能额外收到一些代言的衣服、鞋子以及一些吃的用的，东西太多就送给方卓或其他需要的室友。最近的新鲜事儿就是，经常晚上一宿舍男生都在敷面膜，来他们宿舍玩的同学推门进来的时候被吓了一跳，看着一屋子白脸怪，半晌没说出话来。而且唐玉成现在每天都要早起晨跑40分钟，不过他做这些都是尽量低调的，不希望老林发现，会觉得他不务正业。而且一旦班主任知道了，肯定还会通知白启远。这种情况是唐玉成不希望发生的。方卓闲的时候忍不住琢磨，之前刚转过来那会儿，看什么都新鲜的唐玉成，现在什么对他来说都见怪不怪了。他不光快速地适应了新的环境，学会了一些在这座城市生存的规则，还交到了朋友，而且经济独立。方卓心里真是佩服他。他想，如果自己不是靠爸妈挣钱给他花，他现在可能还不知道在哪个地方受着苦呢。一天，宿舍里就只有方卓和陈野2个人，他们各自躺在床上聊着天。方卓顺口向陈野感叹起唐玉成最近的变化。陈野，你说唐玉成最后要是混出名了，不就是大明星了吗？有可能啊。如果他走了狗屎运，踩对了点儿，一飞冲天也不是不可能。唐玉成这人虽然有点东西，陈野枕着胳膊说着，不过模特这种演艺类的圈子并不简单的，他未来的路还很长，再看吧。这还是第一次听陈野夸别人，难得啊，难得听你夸谁。方卓嘿嘿一笑，谁说的？我还经常夸你啊，你都忘了？陈野的声音带着磁性。你都夸我什么来着？甜蜜微笑挂上了方卓的嘴角。可爱可爱，还是可爱。只有可爱啊，原来我在你心中就这么肤浅吗？方卓不服气的嘟囔。如果这算肤浅的话，那我喜欢你的肤浅。陈野突然翻身下床，几步跨到方卓床边坐下。方卓吓了一跳，抱着被子坐了起来，靠着墙。在方卓有点怯生生的发亮的眸子里，陈野看见了自己。方卓，我喜欢你。你说什么呢？方卓心跳如鼓，仓皇地别过头去。陈野伸手指尖托住他的下巴，慢慢地把他的脸掰了回来。你害羞了。陈野又凑近了些，气息掠过方卓的脸。耳朵都红透了，确实是害羞了。这些日子的相处，你应该能多少感受到我对你的心意。陈野的眼神在方卓清秀的脸上逡巡了一圈，最后落在他丰腴且微微颤动的嘴唇上。陈野的脸在方卓漆黑的瞳孔中逐渐放大，下一秒，两人的唇轻轻温柔地贴在了一起，柔软温热。我的初吻居然就这么给了陈野啊！完了，我居然还起反应了。陈野慢慢坐直身体，目光灼灼地盯着他。你没有拒绝我，是不是代表你也接受我了？我可没说啊。方卓窘迫得无处躲藏，双手死死地抓着被子，试图遮住身体尴尬的变化。陈野低低地笑了起来。我帮你。你走开，我不要你帮。你不是，还是我帮你吧。我不要，你这个孙子夺走了我的初吻，我还没跟你算账呢。好，找我算账吧，我会对你负责一辈子的。陈野顺势握住他的手，语气暧昧到了极点。所以让我帮你吧。不要。不要害羞嘛。谁害羞了？你干嘛？你别靠过来。寝室的这方小天地里，少年的心事正如荒草般疯长。